考证是一定要考证的。这期视频为您带来被大猫俘获的 M2A2 后备战车的制作过程与成品展示。M2 布雷德利是美国食品机械化学公司军械分部于1974年研发，1978年向美军交付实验样车，1983年正式装备美军的一款履带式步兵战车。M2A2 是其车族的第二期改进型，增加了外挂反应装甲，提升了发动机功率，增加扭杆悬挂的强度。俄乌冲突中，美国支援乌克兰的 M2A2 是根据海湾战争中沙漠风暴行动的经验改进的 M2A2 ODSA， 在 M2A2 的基础上改进了舒适性，增加了折叠座椅、热水器和更多存放个人设备的地方。驾驶员位置安装了热成像仪，可以让驾驶员在恶劣的条件下行驶车辆，优化外挂反应装甲的布局。车长舱盖外安装了防弹玻璃，履带也换成了双销结构。这次制作参考的实车正是俄罗斯缴获北约武器展览上出现的被击中并俘获的乌克兰 M2A2 ODSA， 使用的板件是魔力工厂的20007，为模型添加的补品有 1T 的 3D 打印烟雾弹 BA35105， 战车工坊的 3D 打印履带，魔力工厂的金属炮管 MF7509。没错，这盒 M2A2 厂家没有给出金属炮管，他家的 M2A4 却是标配，这明显是其实无有。魔力工厂的这盒模型分件较碎，板件质量不错，除了车体稍微有些变形外，整体组合度较好，制作体验愉快。10个片和 3D 打印件给的也很充足，没有开出活动悬挂和活动履带是个遗憾。原屋的型号独一份，没有竞争对手。喜欢这个题材的小伙伴可以无脑入手。这次制作的目标是要尽可能还原实车的外观细节，改造的位置较多，完整的速组过程讲解过于冗长，普通的速组将被省略，着重改造过程和涂装过程的讲解。那么让我们开始吧。制作车尾外挂储物箱，实车的储物箱是敞开并带有变形破损的，用刀片削薄储物箱内壁外沿。储物箱上方的刹车灯罩同样用刀片削薄。再用电动工具继续打磨内壁，使其变薄。用刀片和镊子制作储物箱的变形和破损。裁好尺寸的胶板打孔，裁好尺寸的10颗片边角料，安装到储物箱里的对应位置。将刹车灯罩点胶安装到储物箱上。制作刹车灯，左侧的刹车灯稍微倾斜，右侧的刹车灯破损严重。车体尾部的拖车钩是打开状态，并向一侧倾斜，按实车的状态制作。将外挂储物箱和拖车钩安装到车体尾部。后挡泥板也有破损和变形，用刀片削薄，并用锉刀打磨零件的对应位置。将后挡泥板安装到车体上，再对挡泥板进行调整。前挡泥板用同样的方法制作。考虑到与模型搭配的地台没有地形起伏，悬臂直接点胶安装，没有进行活动悬挂的改造。实车左侧的第一个轮子是缺失状态，悬挂的辅助液压杆套筒向外支出，用斜口钳剪掉第一个悬臂和辅助液压杆的连接，给液压杆的套筒打孔，调整套筒角度。这个位置的裙板装甲也有2块缺失，露出了与装甲连接的挂点，用斜口钳剪掉对应位置的2块装甲，并修整打磨。量尺用刀片裁切胶板。参考后面装甲的铆钉位置画定位并钻孔。细胶棒插入上面单独的孔，并点胶固定，剪掉多余的胶棒。再用烧热的铁头轻烫胶棒顶端，让其形成蘑菇头，模拟实车的状态。将制作好的零件安装到侧裙板上。
侧裙板外挂反应装甲的位置，魔力工厂给出的是初始挂点，要外挂爆反，还需安装长条的插入槽。这个插入槽与 M1 Tusk 生存套件的爆反插入槽相同。手头正好有麦田 M1 代爆反插入槽的侧裙板零件，去除裙板的多余部分，保留爆反插入槽。打磨爆反插入槽背面，让其保持正确的厚度。裙板切除挂点，点胶安装爆反插入槽。麦田的爆反插入槽缺少束槽两侧的小孔，铅笔划定位，手钻打孔。负重轮的轮缘用刀片和锉刀制作磨损效果。将轮子和侧裙板安装到车体上。制作 3D 打印履带。战车工坊这款履带给出了裁好尺寸的钢丝作为履带的连接轴，但钢丝本身带有的一点弧度降低了履带的活动性。履带是双销的外观，实际结构是单销的，这导致还有倾斜钢丝断口的履带销子与实心部分整齐的销子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实心部分的销子芯是有轻微内凹的，钢丝却是顶到销子头的，非常失真。用粗细合适的胶棒代替钢丝连接履带。组装完成后，查看下活动性。履带接地的位置有轻微的打印层纹，用砂纸和打磨棒进行打磨。制作破损变形的车尾储物箱门，用刀片减少塑料件的厚度，用镊子制作变形效果。外挂工具货车钢缆保留扣具，安装到车体上。将履带安装到车体上，看一下效果。厂家在炮塔上给出了很多 3D 打印件。阿普认为结构件的替换并非增加炮塔的细节，而是相比重新制作模具 ，3D 打印成本相对更低。车长舱门防弹玻璃的框架需要手动弯折，用刀片在弯折位内部画出凹陷，再进行弯折。弯折时注意力度，避免塑料疲劳断裂。可以看到弯折处的塑料已经变白。制作破碎的炮手观瞄镜子，对于观瞄透明件进行打孔，保留瞄准镜的框架。处理过程中，透明件出现断裂。处理完成后，用顺干胶粘接打磨。挑选大小合适的盖玻片碎片，粘到瞄准镜框架上。将瞄准镜框架粘到观瞄外壳的面板上，点胶安装外壳。制作碎裂的车长舱盖防弹玻璃，准备一整块盖玻片。防弹玻璃透明件上挤适量蜻蜓胶，将透明件粘到盖玻片上。透明的蜻蜓胶不会影响防弹玻璃的透明度。胶水干燥后，剪下透明件，用斜口钳的尖端轻凿透明件上的盖玻片，让其出现裂纹。将透明件夹组到防弹玻璃框架上，看下效果。制作遭到破坏的导弹发射架。安装炮塔上的反应装甲支架，这种无水口连接的10个片零件 UP 还是第一次遇到，效果非常好。仅靠导弹发射架的支架有破损，实车在支架后面的装甲有一个被弹药击穿的孔洞，速组时没有发现，涂装时发现并进行了制作。制作炮塔右侧天线基座下方的爆反支架上破损的爆反盒子，盒子上的一个面不翼而飞，内部的爆反装药也已丢失，像是被泛滥的骑手参箱。用刀片像处理车尾储物箱一样，减少塑料件的厚度。用电动工具打磨参箱内部，让其更薄。再进行调整，将参箱安装到支架上。制作破损的炮塔尾部储物篮，外面的小篮子，篮子外面挂篮子是老美的一贯传统。左面的2个篮子剩个底儿，剪掉对应零件的剩余部分，其余的都只有固定篮子的螺栓还在，在对应位置打孔。拆入胶棒，
剪掉胶棒的多余部分。板件没有给出空发的烟雾弹，用 ET 的打印件替换安装。烟雾弹底部打孔，插入胶棒作为定位桩，安装到烟雾弹底座上。实车上的烟雾弹，有一节的部分弹体卡在了发射管中，用打印件制作出这个状态。将烟雾弹安装到车体上，制作安装大便舌金属炮管。按照实车的场景地面，给模型制作了一个刻出砖块细节的小地台，载具下面的凹凸钢板和前面的展示牌栏杆，因为制作难度和地台尺寸限制没有制作。模型速组完成，开始涂装。参考展览上实车的涂装样式，给模型上色，全车喷涂黑色水补土。水补土干燥后，土黄色区域喷涂模型，作为数码迷彩的第一个颜色。遮盖贴纸对土黄色区域完成遮盖后，浅绿色区域喷涂模型作为迷彩的第二个颜色。遮盖贴纸对浅绿色区域完成遮盖后，全车喷涂深绿色，作为迷彩的最后一个颜色。漆面干燥后撕掉遮盖贴纸，全车迷彩的分布与实车大致相同，色块的形状没有追求与实车一致。拆掉炮塔上的爆反支架，沙漠黄喷涂车体前方的爆反支架，车体侧面的爆反插入槽，炮塔爆反支架。漆面干燥后，撕掉遮盖贴纸。对飞漆的部分进行补漆，安装炮塔爆反支架，观瞄装置内部喷涂透明黑，降低瞄准镜周围内部的亮度。给模型贴水贴，将填字白色标识水贴切割成两半，贴到侧裙板爆反插入槽两边。车体前部爆反支架贴黑色小字水贴，车体前部装甲贴填字白色标识水贴，过程中对比爆反支架调整水贴的位置。美国国旗和131编号水贴，板件没有附带，已经定制水贴，稍后再做对应颜色笔图模型的分色部分。刹车灯笔图完成后，安装到对应位置。制作吊漆，首先是沙漠黄颜色的吊漆，车体上的吊漆形状与位置参考实车照片制作。
然后是浅绿色的掉漆。车尾储物箱是铝合金材质，用浅灰色掉漆。最后是深灰色掉漆。在导弹发射架附近掉漆时，发现了破损的爆反支架后面被击穿的孔洞，拆掉支架，手钻打孔，笔刀修形，深灰色笔涂上色，再将支架安装回去。没有车体顶部的照片作为参考，这部分的掉漆全凭感觉制作。黑色遮盖喷涂车体前后挡泥板，制作前挡泥板的掉漆，定制水贴到货，将其裁切，贴到车体对应位置。翠绿色和灰色喷涂车体对应位置，模拟被掩盖的标志标识。开始旧化，白色油画燃料制作滤镜。沙漠黄遮盖喷涂炮塔尾部储物篮外挂小篮子的位置，将小篮子零件剪掉多余部分，只保留背面，用双面胶贴到储物篮对应位置，喷涂深绿色，制作破损后留下的沙漠黄底漆效果。浅土色旧化液制作模型上的浅色尘土。黑色旧化液给模型自洗。锈红色油画燃料制作模型上的锈迹。大块锈斑也参考实车进行制作。履带上的锈迹集中在销子和履带齿上。安装轮子，安装炮手关瞄装置，安装车体前部爆反支架，安装履带。黑色粉彩涂抹发射架靠近炮塔的部分，模拟被爆炸熏黑的效果。安装车长舱盖防弹玻璃。成员舱顶盖轴涂顺干胶，固定至半开的角度。给地台上色，浅灰色旧化液打底，深灰色、浅灰色笔涂砖块，黑色旧化液自洗砖缝制作阴影。地台干燥后放入模型，扣上炮塔，模型制作完成。请您欣赏这个模型小场景的最终成品效果展示。M2 炮塔上碎掉的炮手关瞄在现实世界中呈现的残破效果，是 UP 打算制作这个模型小场景的初始动力，也是 UP 第一次尝试以还原实车的目的制作模型。它的难兄难弟也可能会有制作。在下期的视频中，您可能会看到。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观看，让我们下期见。